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每到月初的非农之夜，全球金融市场都会屏息以待。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一公布，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往往瞬间大幅波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真的有内在的关联呢？事实上，非农就业数据一直就被誉为全球经济的晴雨表，对市场情绪和美元走势有直接的影响。而黄金、白银作为重要的避险资产，其价格与这个数据密切相关。比如，有时候一份亮眼的就业报告就会令金价跳水，而意外低迷的就业数据呢，又会可能推助黄金、白银大涨。那么，非农就业数据和黄金、白银价格之间到底有什么核心的关系呢？本期视频我们将探讨这一个话题，为您揭开其中的逻辑奥秘。首先，我们通俗介绍一下非农就业数据。非农就业数据 Non-Farm Payrolls 简称 NFP 是由美国劳工统计局每月发布的就业报告，通常是在每一个月第一个星期五发布。它计算的是美国非农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减的情况，这当然不包括农场工人、家庭佣工、自营和志愿者等等。反映的是美国劳动市场的健康程度，这个指标占美国就业人口大约 80%， 因此对经济状况具有高度的代表性。非农就业数据包含当月新增就业数据、失业率以及平均时薪等关键的指标，每次发布都受到市场的关注。由于就业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重要的考量之一，美联储双重目标就包括了充分就业和价格的稳定，而非农就业数据则被视作预判美联储政策走向的重要依据。简单来说，非农数据表现强劲通常意味着经济向好，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收紧政策，而经济数据疲软则预示经济放缓，美联储宽松概率会上升。这种预期变化往往通过美元和利率传导到黄金、白银市场的价格上。正因如此，非农数据被称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风向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上，非农数据的意外惊喜或意外爆冷，经常引发黄金、白银价格的剧烈波动。让我们看几个典型案例来理解这种市场数据与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是典型的爆冷案例。2020年4月，正值疫情的冲击，美国当月非农就业人口减少了创纪录的2050万人。当时预期降幅已经非常大了，但实际降幅更为惊人。如此疲弱的数据公布后，美元指数一度暴跌 2%， 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国际金价大幅拉升，一度突破每盎司1700美元。又比如2021年5月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本来市场预期新增接近100万个，实际仅新增26万，大幅不及预期。这份爆冷的报告出炉之后，黄金价格在几分钟之内跳涨了大概20美元，白银也同步急升，投资者抛售美元，涌入贵金属避险，使得金银价格快速走高。第二个是典型的爆表的案例。相反的，当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时，金白银往往遭受下跌的压力。例如2023年初，美国1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意外暴增 51.7 万，预期时只有 18.5 万个，这堪称爆表。数据公布之后，强劲的就业引发美联储继续加息的预期骤升，美元和美债收益率飙涨，现货黄金当天应声下挫 3%， 期货黄金价格跌至每盎司1878美元。再看2025年2月的非农就业数据，当月新增就业人口 31.4 万人，远高于市场预期，
失业率也保持在非常低的位置 3.6%。这一意外强劲的数据发布后，美元走强，美债利率上行，与黄金呈现出负相关，引发金价当日下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周剩余的时间，黄金价格又逐步企稳回升，显示出市场对单一数据的消化和后续走势的修正。这个图表汇总了最近若干次非农数据发布后黄金价格的即时变化情况，其中蓝色的柱子代表非农就业数据增减相对于预期的偏差，黄色线则是黄金在数据发布后的15分钟、1个小时和4个小时后的价格波动。可以看到，当非农数据大爆冷的时候，金条偏值甚至为负值的时候，黄金短线上涨的幅度往往更大，而当非农数据爆表，也就是说非常强劲的时候，黄金短线下跌的幅度相对温和。统计显示，在过去35次非农报告中，弱于预期的情况平均令金价15分钟内上涨大约7美元，强于预期则令金价下跌大约5美元。这说明黄金对于坏消息的反应往往比好消息更为剧烈，这种非对称性也在市场中多次得到验证。利率上升时，金价往往小跌，而利率下跌时，金价往往大涨。整体来看，黄金、白银在非农公布之后的即刻走势取决于数据相对于预期的偏差大小，以及投资者对于美联储政策前景的重新评估。为什么非农数据会如此显著地影响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呢？其背后的联动机制主要是通过哪几方面的呢？第一，美元指数。非农就业数据好坏直接影响美元的强弱。强劲的就业数据意味着美国经济向好，可能加息，往往提振美元。疲软的数据则削弱美元的强势。由于黄金和白银是以美元计价的，大体上美元走势和金银的价格呈负相关的关系。美元走强时，其他货币购买黄金、白银的成本提高，需求下降，黄金、白银的价格通常会下跌。反之，美元走弱的时候，金银价格则往往上涨。因此，非农数据通过美元渠道对金银形成了重要的影响。第二，美债收益率与实际的利率。非农数据还能改变债券市场预期。强劲的数据往往导致美债收益率上升，投资者预期未来的收益会变得更高，尤其是短期的国债收益率会攀升，推高了实际的利率。而疲软的数据则令收益率下行，实际利率与黄金价格呈现长期的明显负相关的关系。当实际利率上升的时候，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会增加，资金更愿意去获取利息的资产，而金价则因此承受压力下跌。当实际利率下降甚至为负的时候，相对于通胀而言，持有黄金的成本低甚至有利可图，黄金吸引力则大增，价格走高。白银价格虽然受工业需求影响较黄金更为复杂，但在短期的避险属性上，与黄金对实际利率和美元的反应方向是一致的。在非农数据引发的快速行情中，白银经常跟随黄金同涨同跌，只是波动幅度可能会更大。第三，市场的风险偏好情绪。非农数据还会影响投资者的避险情绪。当就业数据远超预期，往往意味着经济强劲，风险偏好上升，资金可能会从避险资产转向股市等风险资产，黄金、白银的需求下降，价格承受压力。反之，当数据极差，甚至出现就业大幅下降的时候，市场会产生经济衰退的担忧，
避险情绪升温，投资者涌入黄金、白银进行避险，从而推高黄金、白银的价格。这种情绪面的作用有时能放大美元和利率因素对黄金、白银的影响。例如某次非农爆冷时，尽管美联储尚未明确表态降息，但市场的恐慌情绪就足以让黄金买盘激增。第四，美联储政策的预期。归根结底，非农数据对经营的影响离不开它对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的改变。就业是美联储决策的重要依据。当就业持续强劲且伴随着工资增长，通胀的压力可能就会上升，美联储则倾向于加息，这样就会利空黄金。当就业疲软、失业攀升的时候，美联储可能放松政策来刺激，这样则利多黄金。每一次非农报告发布之后，市场都会重新评估一下美联储下一步的动作的概率是多少，是加息、是降息还是维持不变，并根据此来调整黄金、白银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非农数据报告当中的细节，例如工资增速、劳动力参与率以及前期数据的修正，也会影响市场的解读。有时候即便新增就业看似强劲，但如果工资增长放缓或者前月数据大幅下修，黄金的跌势也可能很快被逆转，这正是市场复杂性的体现。黄金价格、白银的价格并非简单的由单一个数据来决定的，而是众多经济因素合力的结果。面对非农数据引发的大幅波动，普通投资者和交易员应该如何理性的应对呢？这是我通过超过20年交易和投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些心得。第一，提前准备，但是不赌数据。在非农发布之前，要了解市场的预期和前期数据的表现，做好情景分析，但切忌豪赌数据的结果。非农数据往往会出人意料，研究也表明其影响力具有短期性和不可预测性。赌数据的胜负相当于投机而非投资，与其在发布前重仓压注，不如等待数据出台后，根据市场的反应顺势而为。第二，控制仓位和风险。非农数据公布的时候，市场流动性会下跌，点差会拉大，价格瞬间跳动可能会引发滑点和剧烈的波幅，因此务必清仓参与，严格设置止损。常见的错误是一些交易员在重大的数据前满仓去布局，结果遭遇行情瞬间反转，因此缺乏止损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理性的投资者应该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在大行情面前要确保有足够的抗风险的能力。三，避免追涨杀跌的情绪化。非农数据公布后的头几分钟，行情剧烈波动，容易形成先抑后扬或者过山车的走势。有一些交易员看到黄金、白银暴涨就奋不顾身的追高买入，往往追在了短期的顶点，或者看到暴跌后恐慌杀跌，结果搁在了地板上。记住，初始的波动往往包含了大量的程序化交易和杂音，不一定代表着趋势的延续。切记不要被一时的价格跳动牵着鼻子走，这样就能避免情绪化的操作。可以等待几根5分钟图的 K 线图确认方向之后再考虑入市也不晚。第四，关注数据的细节和综合解读。另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只看头条的数字，很多人盯住非农就业数据增减这一项，而忽略了同时公布的失业率、工资等数据。有时候就业增幅大超预期，但失业率上升或者薪资不及预期，
市场可能出现短暂的多空拉锯，而非单边的行情。另外，美联储官员对这个数据的态度，以及随后几天发布的通胀数据等等，也会影响贵金属的走势。投资者应该学会综合解读这些宏观的信息，而非盯死一个数字来进行交易。总结一下经验，避免一根筋的思维。每次非农行情都是非常宝贵的市场体验，事后就应该复盘，预期与实际为何偏差这么大？市场为何这样反应？有没有违背常规的走势？不少人会陷入思维的陷阱，例如线性外推，上一个月的数据强，这一次也应该会强，或者幸存者偏差，只记住了自己压对了几次，忽略了更多压错的经历。保持客观，总结规律，但也接受随机性，这才是长期盈利的关键。非农只是众多基本面的因素之一，不要过度解读单次数据的意义，更也不要让一次交易的成败影响自己的理性判断。总之，在非农数据前后交易黄金白银，策略上应该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无仓，也就是说，先想清楚应对，再行动，谨慎为上。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归纳出几点要点。非农就业数据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其与黄金白银的价格有着显著的短期负相关的影响。就业数据大好往往令金银价格承压下跌，数据疲软则推动避险买盘涌入金银。不过这种影响也要放在美元强弱、利率变动和市场情绪的框架之下来理解，不能简单的线性应对。对于投资者来说，非农行情既是机遇也是风险。机遇在于抓住市场预期落差带来的波动的盈利，风险在于行情瞬息万变，可能会失控。因此，理性分析、严格风控、避免情绪化是应对非农波动的制胜法宝。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本期解释对您有所帮助，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及时获取更多的黄金白银的投资干货。同时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您曾经在非农就业数据公布的时候交易过黄金白银吗？有什么难忘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进行分享呢？期待可以看到大家的故事和见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